只有我吗？嗨 ，Hello， 火星节目组的，请进吧。那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，谁要是敢欺负你们，我老全伺候，迷死你！之前都是在陆地上录节目，今天要去火星录节目了，真的很开心，也很激动呢。既然我就是说心情这么复杂情况下，给大家看一看我平常的包包里都装什么东西吧。这是我妈妈缝的小包，我会带在身上，感觉很有安全感。然后这个小包包里装的是什么？都是吃的，装了个黄油，小黄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太爱吃了，我吃饱了会晕碳，然后吃饱了会就撑的会很困，然后我就带黄油，然后再会买一些小面包，然后面包蘸黄油，我天，又好吃。然后还是有一次我录节目的时候，别的节目组准备的这个辣条，我当时就爱上了，我觉得这太好吃了。啊，还有这个金嗓子喉宝，然后小眼罩、耳机、巧克力，反正大部分都是吃的。还有什么？小苹果，我感觉每天早上吃一个苹果就会很清爽，然后一天都散发着一种苹果的清香的感觉，而且这苹果也很甜，然后我也很爱吃。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像这个苹果一样开开心心、红红彤彤、甜甜美美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牙线，女明星必带牙线，说自己是女明星。再没有啦，就是这些东西啦，我的包包里就是这么简单啦。都是吃的。好啦，一会儿要去录火星啦，我们出发啦！是不是我太笨？只要你说的我去当新人。早说了，下来。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火星特工这个抬头啊，你觉得它是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？应该大家就是一起玩儿。其实我是觉得，因为它不太像脱口秀那么的一个人站那儿讲，我就特像一帮人的聚会，然后大家就工作之余，然后我们来这儿说一说最近遇到发生的一些事情，然后一起 talking 一起玩，然后阐述自己的一些观点，反正想到什么就说嘛，然后放肆聊天来放松的。那个讨教和观望的一种感觉，来放松的。那你平时会对说唱这种我是对盖哥非常有印象的，而且我觉得他的歌什么是很有能量和气场的，就是但是其他的那个酒吧吧我也知道，穿我的心。希望每一天有不同惊喜，穿我的心意，从来不敷衍，等待惊喜。这个非常火，我都知道，但是没有说你特别细致的去研究，比如说平常会看一些那个地下说唱歌手那些，我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看。其实我还是很想看的，充满好奇。我们对面的厂牌就是，哇塞，那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呀。那你会不会去找他们聊一聊我们说唱这方面的，向他们请教一下？那肯定可以请教一下吧，但是对，主要还想看他们现场说唱，我从来没有看过现场说唱。玩起来！耶！当我开始再次拿起麦克了，各位，当我拿起麦克，他们对方都得撤退。他给我说过，我的对面叫做张延晴，那么就不想把过去的当年停。开始积聚，你知道这些押韵在我的脑海在继续，所以开始爆发，马上把你爆炸。兄弟，我想给你一个拥抱，我想抱你，但是兄弟，我真的看不到你。那你觉得你们厂牌今天有望拿到我们的最强厂牌吗？所以我觉得无所谓啊，拿不拿厂牌。但
但是我是觉得，因为我们组有陈娜丽莎，陈娜丽莎很厉害。来过2次之后，您适应这个新的这种节奏吗？节奏可能会换换，我录2个版本啊。感觉节奏比以前快了一点。这次来呢，感觉节奏比以前慢了一些。我要的就是你。在镜头前的状态一直是这种比较港快的状态，是心灵私下的状态是符合的。跟我以前状态不太符合，但和我现在状态应该是符合的，因为现在属于就是一个不管不顾的状态，都别惹我，我开心挺多。在之前的综艺里过的《猫和神话》嘛，众所周知呢，《火星情报局》也是一个模仿性很强的综艺，你有信心能够在这上面继续延续下去？模仿吗？对。傻意思？你说只有一岁个了，是在我心里面。腾格老师，对不起，宁静的夏天。看心情吧，就是如果真的有人特别有特点，且我这样模仿不会得罪到他的话，我可能还是要这个剑我是不犯的。嗨，咱们这次来入火星有什么准备吗？准备了一张脸。哦，那老师拍一下我们这些前面的那个热搜，可以看一下，有没有自己想要上的热搜啊？很想上热搜。这是写我的美貌吗？没想到，满月的美貌上热搜，梦想吗？是这样吗？看到满月的美貌上热搜了。天哪，以后要走颜值路线了。哦，是吗？怎么不可以呢，老师？谢老师。现在要干嘛？彩排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哇，我觉得我那衣服跟这儿很搭哎。想说什么你就打到我，直接说。对，然后是直接说。对。然后是小嘴巴，紧闭紧。我说那个叫什么？小嘴巴，说话紧，小嘴巴不说话，让我说话。只要这过程当中激发到你任何的灵感或者你想反驳，我觉得这不对。说小嘴巴要张开。很丑吧？我没有人，没有，这是我想。小嘴巴，你要张开，闭不上。然后最后有一个我需要你配合我的，这个是重要的，因为我说我当时被你们的一个作品深深的打动，我说这2个人是真情实感的好。看过去了，拜拜。上哪？Hello， 嗨，终于见到真人了！天哪，原来你也是这么一小只。刚才见了彩玲姐也是一小只。嗯，你坐会，坐，请坐。今天你的这套穿搭是什么思想 Y2K 哦，是很流行 Y2K 嘛，哦复古。然后今天的头发有点像以前的那种结婚新娘头。哦，复古的新娘头。哎，对，我把它做了一个结合以后，就变成了一个Y2K 辣妹装备。
很漂亮啊！这是我今天的这个穿搭呀，非常的，因为说让穿野兽嘛，非常的一个直白。就是一个大龙，就是一个大龙，然后是一个小狗啊！你是这个啊？我还以为是这个豹纹呢，我以为是你是豹子。我本来是想豹子，豹子不够，说不够野。我说行呗，穿个小狗也行。因为我之前听过你那个穿我的心非常火，所以那你在生活中这么温柔啊？原来就是有反差，就是人都有两面性。台上的那一面永远是想要展现给大家的。行吧，那我们。今天都当一个淑女吧。好呀，好呀。那你先去行，准备。好的，咱们一会儿见。行，一会儿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你穿有没有回家以后狂骂？不是那种骂。没有他没有，因为他有一些就是他感觉。管油，来 ，Hello， 迪哥。刚刚看到你了啊，真的。背影，然后我没赶上这位美人儿。哇！可能会冷哭啊，在台上。啊，不会吧？因为刚才在屋里很热的，对。那咱们就是说，最牛的3个人聚齐了。哎呀。不是只有我吗？怎么着？这个是今天整体的一个造型。哇塞，你这个 look 这是缝在身上吗？这个没有吧？没哦，这个是哦。所有的精力都在妆造上了。对。节目内容管他的。是的。没事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火星情报局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从头优雅到底，绝对不会出洋相，坚持到底。我段子非常无聊，没意思，所以我求求你们帮我垫行吗？而且我会讲的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啊，我在那边。啊，我不能跟锤哪里上赛季？管子。对，锤子、管子、沿子。锤娜丽莎，他们都说我是伟大地瓜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曾经我非常喜欢 Bridge， 因为他很讲礼貌。但是一样的 flow， 你要玩几套？人生，哎呀。都下去了，都等我了！天哪，快！真的，蔡莲姐，我真的，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没有录过这么累的节目，就是半条命没了，感觉。忘了我刚是怎么出场的了吗？我还是很优雅的出场的，现在怎么回事？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从头优雅到底，绝对不会出洋相，坚持到底。哪里？等会儿，书包拿出来。不用。我发现，相亲容易，相爱难。他拉开大门一进，首先我看到身高远处是一个1.86米左右的人，然后他往里走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越来越不对，走到我的面前，是不是这种？可他远处越来越高，越走越矮啊！你好，管乐。这是一个什么？下楼梯哈他。就是有一首歌叫做
第一次见看你不太顺眼。哦，你看管乐不顺眼？第一次见真很不顺，太吵了，为什么？但是我真的感受，我这么 E 人的人，我今天有被就是说爱到，我真的觉得 Bridge 你真的是，你的能量是我的10倍、50倍、100倍，我真的哇哦，太酷了，我天哪！小嘴巴，请闭紧。今天录制怎么样？累不累？哦，挺累的，跟上次来录制《火星情报局》也是一样的累。看到今天来了这么多说唱歌手嘉宾，有没有说想要去尝试一下这个说唱的想法？我们不想再尝试了，因为我曾经真的当过一段时间的 rapper。哦，真的有当对过 rapper？对对对。哦，那今天对哪位嘉宾的提案最有共鸣呢？我去吵架吵不赢那个。吵架不应该只凭一次的运气，应该3局2胜制。耶耶耶！你们体会到过吵架发挥失常的时候？有啊，有吧？气死了！你们懂得那种痛苦不？就晚上自己在被窝里啪啪啪就扇自己大的那种，真的很气。拜拜。下一位我们的锤娜丽莎，来点狠活，来点狠活。大家好，我叫锤娜丽莎，他们都说我是肥大地瓜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曾经我非常喜欢 Bridge， 因为他很讲礼貌，但是一样的 flow 你要玩几套。曾经我也是个 rapper， 但我感觉我现在像个 Joker。这里有个 rapper 长得很像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。所以我最喜欢的 rapper 就是宝石老舅。诛心诛心。听说今天对面都是来了一些 rapper 是吧？给我一个 beat。哎哎，我是喜庆的管享乐，来到火星我很喜乐，但是你们比搞笑，今天给你们大跑调。他这个调子还真不得了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那好像还有一位朋友，是不是？除了前面坐的4位高级特工之外，欢迎我们说唱厂牌中的终极特工周新倩、周子倩、周子倩，你什么意思？老师，我叫周子倩。周子倩，周子倩 ，I'm sorry，I'm sorry， 周子倩。他乱说我们厂牌的名字。周子倩，周子倩，我眼睛看不清楚。好，对不起，I'm sorry。大声的让他们知道你的名字是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周子倩。无论你知不知道我的名字，都随你便。但是今天我在火星情报局给你全新体验。谢谢您，谢谢。好。那么从咱们这个争夺王牌特工呢，到咱们争夺最强厂牌，我们的规则还是有些变化的。先请咱们杨迪副局长介绍一下咱们规则啊。每一次的会议呢，在场的每位特工都必须提一个我发现。每期会议结束前呢，观众有唯一的一票投给你认为本次会议最有梗、最好笑的特工。2个厂牌之中，所有的特工得分总和最高的一方就可以赢得本期厂牌大战的胜利啦！我们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8次会议正式开始。从我们的火星厂牌开始，好吗？欢迎。我发现，相亲容易相爱难。可以，有。没想到吧？其实因为我呀，其实一直有一个小心愿，就是特别希望能够成立自己的家庭。一般都说组建家庭、成立公司。差不多，大概意思差不多。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孩儿。昨天我和闫佩伦，我们在那个彩排节目，我
我们在门口在等，有点冷。突然间呢，来了一个大巴车，这大巴车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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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10几20个小孩，特别可爱。早上7、8点钟，大家还是睡眼惺忪、非常困顿的状态。然后来了一堆小可爱，他们也很困，背着小书包，穿着紫色的小棉服，像那个小矮人一样。然后他们就往前走。什么丧尸啊，植物大战僵尸？这是小孩该有的状态吗？哎，他是真像，像不像他？像不像？就是他吧，就是他吧！你看见是他，你看见的是他，不是小孩儿，是我们的 Fraser。然后我就很想掐他们的小脸，然后掐他们的小手。哎，我碰见过，就是那个一个人，大人跟小朋友说那个，哇，你好可爱，我想吃掉你，我想吃掉你。小朋友抠一点鼻屎说，你先吃点馅儿。大张伟 ，I'm sorry， 插出去。然后我们亲戚再生2个小孩，带着小孩出去玩，因为我很难得有放假的时间嘛。现在有公仔慢慢忙起来了。然后我就带他们去我们青岛最贵的那个游乐场，一个小孩要好几百，这是我就是无法接受的物价，但是没办法。然后我的小弟弟突然看见卖饮料的那儿，他指着那个橙汁他就去了，他指指我就看那橙汁上面写着50这么一小杯啊，真的假的那么贵呢？很贵。然后我当时就是犹豫，但他就那个眼汪就是可怜巴巴的看着你啊，爸爸，我就给他买了。哇！然后呢，我就看到一个小姑娘突然间看着我说，哎。管乐，我说哇，认识我吃了你。然后小朋友就看说，哎呀，我看过你的节目，你看过什么呀？我看过你的青蛇白蛇。哦，喜剧大赛你都看过，哇塞，好水平。他说我爸爸也在里面。哦，什么？他爸爸在里头？对啊，我说你爸爸是谁啊？他说我爸爸是黄渤。啊，是真的吗？因为黄渤老师请到了嘛。当时你说什么？我爸刘德华，然后就是俩人开始比。他说是黄渤，我说你爸爸，我说妹妹，我说喝橙汁，我给你买杯橙汁喝。我说那你跟谁来？他说哦，我跟妈妈来的，然后过一会儿嫂子来，然后我们打招呼，然后我也给黄渤老师发了微信，我说黄渤老师，你看我跟谁在一起？他说哟，这缘分能碰上。然后我就看到他们这其乐融融的一家，让我就感觉更想成立我的家庭了。于是我就开始发动家里给我找对象相亲，因为我人生中从来没相亲过。咱们演了那么多相亲的段子，但是我一个都没实现过。没有，我高低我要实践一下。但是呢，我就发现，就是身边其实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男人啊，你比如说张安琪啊，比如说大老师啊，比如说哎呀，男人，我怎么了？男人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不是，刚刚怎么了？就跳过我了？杨公公。我们东厂可不是好惹的。不是，真的是，行，我也吃了你。然后我家里啊，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，我非常的充满期待，跟我说他是1.86米，成功人士，家庭还不错，他对他的老婆也很好。有家庭你还去？家境还不错，就是他爸爸妈妈家，也就是都是那个品德、道德品德，就是方方面面都还不错。品德，就是哎呀，就是那意思嘛。后来呢，我看他照片，我真的毫不夸张，他照片标准的成功人士。哦，这种照片啊，这个很像那种房产中介。然后经常就是他就是，对啊，你这都太帅了。有没有这种？这是刘维，刘维哈，这是刘维，是刘维。我的内心啊，一个咯噔。但是我觉得人不能冒险，而且他穿的满身 logo 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刻板印象。就是因为他满身 logo， 我才要去了解他。还很期待见到他。这天我们约在了一个烤肉店，然后他拉开大门一进，首先我看到身高，远处是一个1.86米左右的人，然后他往里走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越来越不对，走到我的面前，是不是这种？越来越不对。可是他远处越来越高，越走近越矮啊！你好，管乐。这是个
个是下楼梯哈，他是不是走过来画了？神经病！这是画了吗？这是这个小孩吗？对对对，神经病啊！可能你想象的远看以为是1.86米啊，不是近看确实走过来也是1.86米，但是他并不是照片上那么年轻。你走过来，我差一点叫他叔叔好，当时，对，因为他确实是可能有点黑，他就开口跟我说话，他见到我之后他就笑了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话的时候嘴巴真的是有一点歪，嘴歪了，笑是怎么笑？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妈呀！偶像，太帅了，越来越帅了！天哪！他见我第一句话他就说，呀！我一进门就看上你了。我当时说你好，我说坐。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因为我想必说咱们的工作也是非常透明的。我想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跟我说秘密。我说什么？他说你看过《潜伏》吗？我说我看过呀。他说我的工作就是秘密。我当时就很干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就用我所有的情商，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我明白，我说你的工作是全天下最有秘密的工作，我的这个工作是全天下最曝光的工作，你的工作是抓也抓不着，我的工作是跑也跑不掉。哇，还幽默了。因为我知道家里人跟我说他相亲过一些嘛，我说那你是不是经常相亲？他说对，确实是看过一些。我说那你是不是要求比较高？他说嗨，说白了呀。相亲这事儿啊，就是垃圾堆里面相互挑。我说这什么？阿妈，我说我不是小垃圾，我是女明星，谢谢。你要垃圾，您自己垃圾 ，OK？ 对呀。他说，我相亲过，之前见过一女的，嗨，见我第一面就跟我要车要房，我觉得特 low。但是说有的女的呀，嗨，很高端，她不跟你直着要房要车。我当时吃烤肉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口肥肉还没吃进嘴，我说等会儿，我说你刚说什么高端？我说你是在形容女人高端吗？他说是啊，有的女的很高端啊，人就是不明说，但是最后什么都能得到。然后整个过程就让我很不适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相亲，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亲。虽然我对家庭是非常向往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啊、爱情这个还是要靠缘分。当你特别有目的性的去认识人，干嘛？就好像有的时候演喜剧，他要来看喜剧，然后就是对你是有期待的。你万一有一条不符合自己或者干嘛，你会特别放大那个东西。就他也没有说刻意的去怎么样，当然我表演刚可能有点夸张了哈。他应该不会看，他那个应该没有时间，没时间看。他没时间看，他已经又去别的相亲局了。要不这样吧，因为你已经在节目里边就是释放你想要成立家庭的信号了。你有什么特别的标准有没有吗？我们看一下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。不是我其实哎呀，怎么说成相亲节目了？什么东西？不是说相亲家庭，我帮你一把。我光冒汗，我现在。没有，你说清楚点，这样我们好避开那些那个妹妹。没事，你说。不是，主要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因为缘分这个事情真的不能强求。就每一次，比如说谈恋爱也好，遇到那个人哈，都是在不经意之间遇到的，你没有任何设计。对。我现在有条条框框，我觉得他应该很高，我觉得他怎么讲，但你遇到那个人，万一你就是爱上了，那也不一定的事儿。所以你有太多的预设和预判，其实也是把自己框住了。所以在业余时间，我们就提升自己，做最好的自己。我们做得好，以后找的人也是好人。哎，谢谢管乐。喜欢小朋友，然后又去相亲，这个故事非常精彩啊！对，很喜欢。我觉得管乐说的那个点，有的时候会把相亲的要求放得很高。我这个特别有感悟。我姥爷去世那年，我姥爷66，我姥当年是65吧，应该。然后大家就鼓励他再找。然后我姥说，我的要求不高，不是不能再找，我喜欢个儿高的，1.86米啊，文化水平高的。然后我们觉得这其实要求已经挺高了。然后我姥说，我不喜欢二婚的。什么？你也要找一老光棍啊？就是。我老说他能接受自然死亡，就是他可以接受怎么说官夫，但是他不喜欢二婚的。然后这些年过去了，我姥今年85，过生日的时候问他，我说现在还想找我？我姥说，反正这些年就是对这个要求是有点高，现在其实要求已经没有那么高了，个儿可以不用那么高，文化水平我小学毕业，他也不用那么高。
但是我不喜欢二婚的，还是不喜欢二婚。为了您姥姥一辈子守身如玉。对，我就放开自己的要求，明天一出门跟一个老头转角遇到爱了，说不定就。终于等到你，哇塞！那我们还是祝福管乐早日可以组建自己的家庭，好不好？幸福美满。哇，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人都想像管乐一样，早日拥有一个喜气洋洋的家。推荐大家都去整一张能让你拥有深度好睡眠的喜临门床垫，轻松 get 秒睡体质，它还自带喜运buff哦，越睡越好运，没准出门转角遇到真爱。绝佳韵脚框框帽，喜事装装接着来，对吧，管乐？厉害厉害厉害！好的，说完了我们这个幸福的话题之后，有请我们的 YA 吧。我发现，越拽的人其实越不懂得拒绝。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其实，在观众的眼中，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态度，或者是身上带着一些刺的这么一个形象。有刺，但是没态度。啊，我还没有态度吗？然后呢，大家就会觉得我很难相处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我从小就是一个不懂得拒绝别人的人。哦。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很喜欢穿新衣服。穿你的心，穿我的心，真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妈妈呢，她又不能每天给我买新衣服，所以呢，我就想到一个好办法。好。就是穿我妈妈的衣服，她有很多漂亮的小裙子。然后我到学校的时候呢，我同学就说：“哇，老师好。”对，开家长会来了，垫肩这么高，1年级同学们。什么？妈妈是毛阿敏吗？你从哪里来？然后那时候我同学嘛就说：“哇，你的衣服好好看，为什么你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衣服？对，穿到学校来。”当时有点虚荣心作祟，我说：“哦，我妈每天都给我买新的衣服。”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同学就说：“那你可不可以借我2件穿穿啊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好啊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是，完了。怎么办？来回想，我想了，我说这样吧，把我妈衣服借给她得了，这样我妈就少拿2件，她也不会发现啊。这个时候啊，有更多的同学慕名而来，全班都穿着妈妈的衣服，不管男的女的。哎，你从哪里来？穿妈的新衣，妈的新衣。穿妈妈的心，多一个妈字啊！我妈就发现她衣柜里的衣服是越来越少，直到有一天她去给我开家长会，一进去她傻了，这里是教室还是我的衣柜呀？她顿时就明白了到底怎么事儿，回去给我一顿暴打。再到后来我长大了，然后呢，前段时间我不是刚成立一个女子厂牌嘛，我就带他们去海外拍 MV 嘛，当时就认识一个本地的音乐人，然后呢，这个本地的音乐人特别热情，特别好客，我就走的时候非常礼貌性的跟他说 ，Yo bro, welcome to China。没想到这哥们真 come to 了，马上就来啊！临上飞机前，给我发个消息说你的接机帮我安排了吗？有司机来接我吧。然后他就说了一句，我可以住你家吗？我当时说可以。我给你订一个我家旁边的酒店，因为他来就不认识其他人，我得带他吃1日3餐，我每餐都得想明白说，今天请他吃什么？他没来过北京，我请他吃什么什么什么，都给他想得非常好。他要求这么多，还是你自个儿主动的呀？我主动的。怪谁呢？你在这儿？对呀。然后呢，第2天睡觉我还没醒呢，突然间我手机噔噔噔来2个信息啊，然后就把我吵醒了。我打开手机一看，他说咖啡帮我订了吗？炸了，肯定炸了，得寸进尺了。当时我非常生气，我从床上跳起来就把我的手机拿起来给他发一个，你要美式还是要拿铁呢？冰的还是热的呢？你看他就是这性格，不好，不能拒绝别人。哎呀，订好了以后，他要求越来越过分，越来越过分。房子帮我买了吗？媳妇儿给我娶了吗？相亲安排了吗？对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我一定要把这哥们儿送走。我就想了个办法，我就说我要去上海工作。一般来说有分寸的人就不打扰了。他跟我说 I never been to Shanghai， 我可以一起去吗？然后我说行啊。
哇塞，你说请你走托运啊？你走托运。答应了之后，他还跟我说，他说我不会用你们这边的 APP 买机票，他说你可以帮我买一下，我可以拿现金给你，我有现金。你肯定不好意思要。我说行了，然后我又给他买了，然后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现金这个东西了。肯定不还了。对，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到达了上海，然后到达了上海以后，我就想着说我真的不能这样子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我说，哥们儿，我在你的家乡接了个音乐节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啊，真的吗？他说如果你去的话，我可以在家乡给你安排招待你，非常非常好。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去。我说可以啊。哦，假装说接了一个音乐节，快到机场就给我发消息，他说你到哪儿了吧？这个我登机了。我说你先登，我马上就来。啊！你把他骗走了。然后有人拍拍你的肩，哈哈，没有，太吓人了。这个是噩梦啊。生活中如果遇到娃娃这种，就是真的有点得寸进尺的，让你安排他所有的一切，就是你只是客气一下，对，而且他听不懂你的言外之意，必须要学会拒绝，因为我是这么看待的。你看啊，像刚才那个男的，他在嫁你的时候那一刻，他已经让你很难堪了，对，他就没把我当成朋友，所以你在想，我拒绝他会不会让他难堪？你不用让一个让你难堪的人怕他难堪，干他就完了。没错，我说话直截了当，不喜欢绕弯子。我昨天正好看到一句话，我觉得说的特别对，就是。你看，你对别人产生一定期待，然后你失望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是我人生要修的一门课，你会自己觉得啊，我应该重新调整我的预期。是。那别人对你失望，其实也是他人生必修的一门课，他就该修这门课，你也不用觉得你对不起他。对，说得太对了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其实。懂得拒绝是更懂得尊重自己，是一种自尊。因为你过度的让别人来依靠你，就变得自个儿自尊越来越低。我们其实除了自爱之外，要学会怎么自尊，好不好？自己尊重自己，耶！这个话题，我跟杨迪要给垫子吧？给不给？我觉得这个很棒啊！给垫子都快忘了有垫子。对，咱们得给了啊！我给您一个，好吧？来。哇塞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，又是不是？让您越做越高啊！但是这个话题是他的，他是相亲，他才是不懂拒绝。你先走一下楼梯，老师，你先走一下楼梯。哎，没事。我忘了。确实。哦，对，你是那个拒绝 ，I'm sorry， 对，我也需要个垫子，好吧？我是个傻子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。妈妈说，女同学之间借衣服的事儿，我觉得特别真实，因为女生之间确实很喜欢相互分享、相互安利好用的东西。最近有个洗面奶超级受欢迎，就是这个芙丽芳丝净澈控油洗面霜，去油效果特别好，洗完脸也不紧绷，关键它的泡沫也很丰富，就算泡沫倒立也不会掉落。快让我把这个芙丽芳丝送给我。对。下一位，您说是谁？让我们欢迎张延琪。我发现，生活不易，偶尔糊弄也可以。就可能大家现在听到很多糊弄，就会觉得是一些不好的词，觉得是敷衍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面对问题不一定要一直给自己压力，让自己内耗。对，有时候缓一缓，放一放，可能过2天就好了。找到更有效的方法。对，所以我就总结了2个小小的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。哎，第一个，我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来，我们听一听。第一个叫糊弄法1。这有点。你现在就在糊弄我们，什么东西啊？第一个就是不用会说英文也可以走遍全世界啊！一个全球旅行的博主，就我觉得肯定是英语的能力稍微是可以对话的吧。然后因为我们去非洲一起玩，然后就有导游会带那个我们看草原上的动物。对，我们上次一起去的。对，因为那个导游会带我们很长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小费，但是因为我比较就是英文不太自信嘛，你知道，我们就把钱都给他了，说你去给人家沟通，对你给人家说，然后一定要给人家说辛苦了，因为第2天还要带我们啊。他过去就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。哇，什么意思？我都听不懂。对，我在车上我都自卑了，我说好高级的词汇我都没听过，还是个多音节的词汇。我们都是 bro。Yeah， Yeah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我们都这种。
然后我后来就实在忍不住，我就问他，我想这样我以后学会一句，我就说你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我也不知道啊。他说真的，这原话，张嘴就来，他就开始自己复盘了。结果复盘出来，他说因为每次下飞机的时候，空姐都会给他说下一个服务员，他就觉得啊 ，comprehension 一定就是什么谢谢你的合作，对，然后我们会回去查，空姐说的是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， 谢谢你的合作，合作愉快。然后我们又去查了他的那个 compression 的意思 compression 压缩。压缩。你想一想，我们坐在车上，然后忙碌了一天，6个人挤在一辆车上，然后我们给司机钱说谢谢你的压缩。这个车也太挤了，明天换辆宽敞一点的，谢谢你。这车真挤，谢谢你压缩啊！就是我那天还刷到个视频，就一群那种农村的姐姐，她们给另外一个姐妹过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唱完一遍以后，英文版来了 ，I'm sorry to you，I'm sorry， 没有一个人发现有任何问题，所以我就发现自信很重要。于是我这个糊弄法2就出现了。哦，还是在非洲，我们在餐厅里面拿餐，就是李川儿去拿餐。突然他跟一个厨师聊起来，中国功夫我很喜欢。然后李川呢就特别好客，他一下就起范儿了，他就说我的兄弟会中国功夫，把你给他就指着我，因为我也是不懂拒绝的人嘛，但是我还好有糊弄法，因为我也不会什么掰筷子、硬气功什么都不会，我就发现桌子上有鸡蛋啊，把它孵出来，哇塞，孵出来，15秒孵鸡蛋。这就是我。就是我有一个绝技，就是我可以在鸡蛋的小孔这边开一个大概直径半厘米的小孔，大孔那边开一个大概直径2厘米的大孔，然后通过空气的高速挤压，用嘴直接把鸡蛋吹出来啊！就吹鸡蛋嘛，说这么深奥干嘛？这个我见过。行，然后我就给他表演了，成功没那天？超级成功。然后他叫所有餐厅里面的服务员来学。他老威风了，他在那个现场。真的不知道谁突然就给我取了个外号，管我叫 Egg Master。Egg Master。哇塞，展示 Egg Master。给我来一个震撼人心的音乐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里是一颗普通的鸡蛋。哇，好帅啊！来，借你一双会手，2只手准备好，准备好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Egg Master， 我的奇迹。生的吗？温泉蛋。没对，他把这蛋黄吹出来了，溏心蛋。我给你一个垫子，坐下吧你。为什么？湿纸巾拿来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这就是你的水平啊！浪费了我人生的5分钟。我以为你吐了呢。我刚才以为是吐了一口好浓的痰。没关系，你是没关系，我恶心坏了，你是没关系啊。朋友们，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如果这个蛋再出问题，下一颗蛋往我脸上吹，赌上我的吹蛋生涯。好。偃旗吹蛋，狐假虎威。好，这个鸡蛋顶上也有点稀，有点稀吗？有点稀。那大张伟来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他可以。这次我控制一下力道。我相信琪琪这一次绝对拿得定。2位副局长一起来，一人伸出1只手。控制成这样子。刚才的一切都是花絮，
一个完整的蛋准备好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什么玩意儿？都吹出大鼻涕来了，吹出鼻涕都快出来了。我自己吹吧，我们3只手好吧？3什么只手啊？哦。谢谢，感谢延禧夫人。你虽然，哎呦，哎 ，Master， 他在牛什么呀？但是其实后来我还是告诉他们说，这个其实不是中国功夫，只是一个我自己可能学的一些生活小技巧。分享这个提案的发现呢，也是想告诉大家，虽然每件事我们要尽力做到最好，但是有时候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，要减少更多的内耗，让自己更幸福一些。谢谢大家。感谢妍姐。要说糊弄，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发生。那一年我是因为活动特别少，我整个12月只能接到1个活儿。应该以后就再也接不着了，人生就这么完了，就是那种特别颓那种，对。所以那天去录节目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那个嘉宾说什么我就反着说，爱怎么着怎么着，你说什么道理我都给你玩，当做最后一次对，是吧？那个节目叫《拜托了冰箱》，然后呢，然后那期节目录完之后，别人说它叫毒鸡汤，就是跟我说一个正经事儿，我说不姐，我才不吃呢，我觉得就是天天吃汉堡就是好，然后我开心最重要，然后就是那种感觉，结果变成了一种就是好像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。确实，其实很多都是歪打正着的。前2天我还看了一种东西叫轻松主义，就是说我们明明可以达到一个点的时候，我们总认为努力跟奋斗、痛苦才是跟成功是划等号的。其实我们轻松快乐，找到自个儿该可以上去的方式，那样何乐不为？是不是？对。希望各位都能找到自个儿轻松的方式达到成功。所以其实糊弄并不是敷衍，而是我精确的判断这个事儿值不值得我投入那么多时间去认真。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糊弄学真正的精髓，好吧？你分清楚人生的主次之后就 OK 了。所以吹鸡蛋那些完全是 OK 的，但煮鸡蛋的那个人确实糊弄我们了。确实，鸡蛋煮的真的汤臭。那接下来我们的说唱厂牌派出一位迎战，来吧！刚才让我等太久，现在我只想把这个场子给炸掉。我怀疑布瑞吉的那个椅子有按摩功能，他一直在。我发现，结拜是男人之间最大的浪漫。你甚至有点在破音的边缘。结吧，我发现。结拜是人，哎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小时候都听过桃园3结义的故事。没错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大家同年。对。那我小时候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一句话真的浪漫炸了，它甚至一度定义了我觉得对友情的高度。一句兄弟大过天，一声 homie， 你会懂。我当时脑子里就在想，如果我的人生当中出现了这样一帮群体，他能成为我的知己，走进我的心里的话，那我一定要和他2个结拜。我结拜那个劲上来了过后，我是不管时间，不管地点，不管对方是什么，不管前因后果，我就要此刻现在我们2个来做这个结拜，抓着他的头就拜。等一下，我刚没听错啊！不管对方是什么，就是不人或者他肯定还是人，必须是人啊！吓我一跳，因为毕竟要有称谓辈分。然后我就很记得，当年是我跟盖哥，然后呢 C 不辣的宇哥，他们都是那个说唱的，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写一首歌。就当我在自己写下我自己那首歌的时候，并开始唱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头发呀还是剃得不然后他们的情形就出现了那种非常的抱头、惊讶、开心，在一起相互这样拥抱，哇，好癫狂啊！大家一起很振奋，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，对，大家。因为什么呀？就开始了。这个时候，
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我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牵引着，我就走向了那个窗台，我就在那个窗台这个样子，这样类似倚着。这个时候他们正在疯，你们疯起来。什么呀？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跪下？我们需要结拜。啊，跪下。对，他们当时没有质疑，这个事情是我第一次那个结识的小规模的结拜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未来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吧？没错，对。但他该来的永远都会来。哦，就在今年夏天，优酷说唱梦工厂的庆功宴上面啊。然后当我们庆功宴完了过后呢，我就把我的老板韩笑、盖哥。C Blood 的盛宇，我兄弟雾都、艾热、娃娃、王鹤棣一起叫到了我的房间里畅聊2025的美好夙愿，然后聊着聊着的，我很明确自己那下感觉他又来了，又来一遍。迪哥，我们都一起，我可以演一下王鹤棣。我就立刻给娃娃发了一个信息，我说娃娃你赶快过来。娃娃收到了信息过后，贴着个面膜，他以为我是过来找他复盘，于是我打开了那扇门。这个时候，我迅而不及掩耳的速度走到了娃娃面前，我扯下了他面膜，我说：“娃娃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我们得以真面目示人。”然后这个时间段，我就迅速在这里说：“兄弟们，咋子？那个事儿，所有人你们都要相信我。”等一下，你当时是站在沙发上。哦，对，我是这个样子。你们看一下，我是说，我希望现在大家很认真的相信我。你们别笑，我知道你现在就是那个在怀疑我，但是我现在是很认真的。我希望大家很认真的相信我。你如果相信我，你站起来，你也跪一个。哇，对，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，啊，就是这样一个信念感。然后我说，大家不要觉得我疯了，好，一起给我跪下，大家一起跪下，1、2、3，跪，啊，跪，为什么呀？跪，别，你们不用，姐，你穿了裙子，你们3个可以免跪，起来。跪下了过后，我就说大家继续相信我，现在不要想那些东西，我们一起相互对那个给对方磕头。然后一边说，我就真的在磕，你们也磕。过年好。然后磕完过后，我说现在我们一起来聊辈分，这么真实。老板，你是最大的，你是大哥。盖哥，你是老二。盖哥，我是王鹤棣。我知道了，王鹤棣是6弟。6弟。好，然后我就完成了2次，我觉得很真实、很信念感的2次结拜。第2天，他们所有人给我发短信，盖哥例如就给我说，昨天过了很疯狂、很令人难忘的一夜。王鹤棣给我发信息说，曾经的那个 Bridge 回来了。只有娃娃说了一句，他说：“布，知道最近工作多，压力大，保护好身体，多吃饭，我们都在。只要出事了，我们会在你身边。”不能出事，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你好好的，大家都好好的啊。对，我也很希望，就是说来到这一次火星里边，能够结识一帮可以我们一起真心相对、可以下跪的这样一帮人。这就是我今天的提案，我是 Bridge， 谢谢。Bridge 太厉害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节目之前录好几期，大家都是总是被打断，我们根本无法打断你，根本打不断。我尝试过，我好想打断你的腿啊！然后这个根本无法打断你，你太有信念感了，喜欢你，太棒了！怎么样？来了就是炸的，炸场的啊！我真的感受，我这么艺人的人，我今天有被就是说爱到，我真的觉得 Bridge 你真的是，你的能量是我的10倍、50倍、100倍，我觉得你哇，太酷了，我天哪！ Bridge 讲起这一段非常有画面感，整个人非常激动，非常亢奋。Bridge 只有在跪着的时候跟别人身高差不多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一说话他都是站在沙发上，对，然后一下来必须所有人都得跪下，对，所以他这样才能看到。他就是找自个儿这个心理平衡很巧妙。彩玲整个人对这一段一直皱着眉头，彩玲姐一句话没说。我们对人类的开发还不够哈。我一直想去抱他一下，然后说就是要不然就是你抱你你们俩刚好那个。 哎，就是，要不然，
那个你试中药啥的。他不需要中药，他需要麻药，你打身上就定在那儿，你知道吧？刚刚 Bridge 讲完结拜的事，我都不好意思再讲，我也结拜过。真的啊，迪哥？讲嘛。我那是高中时期，现在真的干不出那种好事儿了，特别好的事儿。因为高中的时候有8个人玩的特别好，我们当时就要结拜，我们8个人是8仙。哇，你是瘸拐迪？哎，我是铁拐李，对，你们怎么知道？我们当时看了很多影视作品，结拜必须要把血滴到一起，歃血为盟，血溶于水，然后大家一起把它喝了。哎呦喂！然后那个吕洞宾他们家本身就是医院的，他说我拿了一根针过来，说这个针不痛，那种最细的那种针，戳一下你这样挤，可以挤一滴血进去。然后呢，吕洞宾就说，那我是吕洞宾，我是大哥，我先来。哎，滴进去了。那个针太细了，那种血滴不下来。后来他说这个针太细了，我们必须戳进去以后转。哇塞，跟挑刺儿一样是吧？那个，其实很多针是戳不出血的，它只有一个小点儿。后来就转。吕洞宾他说没事儿，我们家是学医的。好，吕洞宾的一滴血进去之后，该何仙姑了。何仙姑说：“我拒绝，太可怕了。”汉钟离和蓝采和说：“我们也不滴了，我们也不想戳了，但是怎么办？氛围推到那儿了。”我说：“这样子啊，我们就往里面吐口水怎么样？”血水、口水都是来自于我们体内嘛，所以当时那一碗就是1滴血和7口口水。然后我说：“来，我们就不喝了，怎么样？”就不喝。爱热呢？你觉得男人之间的浪漫应该怎么样的？我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嘛，就是我们以前一块写歌，兄弟伙一起6、7个精神小伙坐在一个那种精神病小伙还是说啊？精神小伙，对，穿的像年轻时候的大张伟老师一样的。坐在一个录音棚里，相互之间搁那儿咬文嚼字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就自己跟自己押韵，相互分享给对方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大家伙经常会有一个语气词，这个语气词就是“呜”。这个“哦”的时长越长，代表认可度更高。哦，你例如你随便说一个，床前明月光。心里很发慌，我都受不了我自己。对于说唱歌手来说，写歌的时候相互给一个超长的“哦”，是挺浪漫的一件事。哇，主要还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。其实很多时候浪漫就是相互支撑的感觉，是吧？所以说只要互相帮对方忙，咱们就是好兄弟，这就是一种浪漫。是的，是的。对，我觉得朋友就是互相托举。因为我本身曾经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人，我会隔绝一切与外界交流的机会，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面。但是越是这样，其实越不能进行一个自我闭塞。就是需要一帮朋友不断的把你从痛苦中剥离出来，需要他们不断的带你出去体验这个世界，感受这个世界，你才能够重新找到生活下去的意义。对，这个很重要的。耶！目前呢，我们这个提案已经过半了，咱们先休息一下，下半场继续作战。我发现地球妈妈都是高标准，对健康、对教育。我说的是宝宝口粮的高标准，选奶粉一定要高活乳源，源自荷兰自家牧场的美素佳儿，鲜草放牧，草木慢养，好草养好牛，才能产出蕴含更高活性营养的好奶源。美素佳儿高活乳源，自然天成。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、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、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赞助播出。专注流感18年，累计守护1万家庭。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。本节目由超丝滑的德芙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控油不控评、爆梗不爆痘的福利方丝赞助播出。火星真的
神人太多了。神人就 Bridge 真的让我觉得我的努力不值一提，他太有天赋了。想把他电池抠了。他真的电池太满了，然后他脑回路又是奇奇怪怪的，就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信念感很强。对，我就是要说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的，然后他就会执行。我天哪！我觉得他是对方的 MVP， 下回合着重解决他。全场一片寂静。那你们上床躺会儿，躺了，是不是很舒服？舒服。瓜月，快来！锤锤，咱还录节目呢，你就躺着睡了。冷宫休息10分钟，赶紧躺一会儿。啊，哎呀，锤锤，这床垫可真舒服。当然了，这可是喜临门床垫，深睡一小会儿，精神大半天。一会儿上台更有状态。等会儿，哎，这么好的床垫还等什么呢？上半场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特别炸，信息量太大了。你们体验感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比录说唱节目累，因为你脑子随时随地都要转着来，那要去接啊或者那个的。而且，但我觉得挺好玩的。我都累得不说话了嘛，我真就是挺累，但是好玩啊，挺欢乐的。是好玩，就是有一种快乐来不及接住，全部接住的那种。刚才 freestyle 的时候，我觉得你那场发挥的挺那个的。真的吗？我最近回家练了一下，有点改变，有点进步。哎，你们现在还会 freestyle 吗？会，我怕刚才伤害到你们，所以我就没有说，因为我从来没停过。你看我刚才都是你说即兴说什么挥子挥，主要我感觉反应没有年轻的时候快了，你这就完了。我手里刚好最近做了一首类似关于 freestyle 的歌，我放给你们听一下。好呀，还有点意思。老子说的其实没有受到啥子积极影响，就我感觉还挺秀的那样。耶，我喜欢这首歌。下半场马上开始了，我们现在回去吃点东西嘛，好吧？下半场还靠你们啊，走起。下半场咱们得走起。必须的，交给你们了哈。我发现，地球人都有一些鲜为人知的高标准哦。我翻阅了很多火星典籍，我这个提案一定会惊艳全场。我准备呢，以我自己的糗事引入 ，Q 刘维跟我演一段，最后总结 ，Q 老薛跟我一起唱一首，一定会炸翻全场。高，实在是高，是吧？你也觉得我的水平相当高吧？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你旁边的他很高。哦，原来你说的是高乳脂、高蛋白的美素佳儿，富含天然乳脂因子群、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地球人鲜为人知的高标准呐！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。不错，你的悟性很高嘛，是个好苗子。想当王牌特工吗？简单，从小喝它就对了。